50万人可能在埃塞俄比亚冲突中丧生，西方却只关注乌克兰，印证了一个残酷的现实。观众朋友、网友朋友，大家好，我是付全少。情报学家网站近日发表了詹姆斯·杰弗里的文章。杰弗里在文章中称，到目前为止，可能已经有50万人在埃塞俄比亚的冲突中丧生，但是却没有引起西方国家的广泛关注，因为现在他们所有的人都把目光集中在了乌克兰。作者称，为什么乌克兰拥有比埃塞俄比亚和也门等地发生的战争更多的关注和报道？因为俄罗斯是一个拥有核武器的超级大国，这次军事行动影响到了欧洲国家，并升级为全球冲突，还加剧了通货膨胀。不断上涨的汽油和能源价格直接打击了很多国家的民众。埃塞俄比亚是美国和英国在动荡的非洲之角的主要盟友，并因此而获得了数十亿美元的援助。但是现在出事了，在埃塞俄比亚发生的内乱。那么埃塞俄比亚发生的事儿可以说相当的严重，死伤惨重。埃塞俄比亚曾经是美国和英国的盟友，为此美英曾经向该国提供过几十亿美元的援助。然而这次埃塞俄比亚发生内乱造成的事件，不管有多严重，却都无法吸引西方国家的关注。据估计，埃塞俄比亚战争有50多万的受害者。据比利时根特大学的一组研究人员计算，他们自2020年11月开始以来，一直在监测这场战争的影响。估计有5万至10万名直接被杀戮的受害者，15000至2万名饥饿死亡。另外，由于冲突而缺乏医疗保障，而造成了大约10万多人的死亡。也门战争即将进入第8个年头，在人道主义破坏方面，可以埃塞俄比亚相媲美。据估计，自2015年以来，已经有将近25万的也门人死亡，这是由于直接杀戮与冲突所造成的饥饿和疾病的结果。据估计，其中包括2万人因沙特及其盟友的空袭而直接死亡，使用的是价值数十亿美元的西方制造的弹药。也门双方都犯下了战争罪。西方媒体对这2场冲突及其暴行进行了一些报道，但是以乌克兰冲突的报道根本就没法比。西方对非洲的不可思议的事情，通常以问题、数量和趋势来报道，几乎不管当地民众的死活。与此同时，贫困、冲突、腐败、疾病和领导不善是大多数关于非洲的故事被讲述的5个框架。乌克兰和俄罗斯是非洲谷物和其他农产品的主要出口国，战争中断了供应，并迫使价格上涨。据联合国相关部门称，埃及、黎巴嫩、利比亚、索马里、苏丹和也门至少有1半的小麦是从乌克兰或俄罗斯进口的。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表示，所有这一切都对最贫困人口的打击最大，并为全球政治不稳定和动荡埋下了种子。杰弗里的观点印证了一个残酷的现实：西方主导的舆论体系只关注与自己利益相关的事儿，并不是基于所谓的人权和道义。北约和美国几十年来一直不断的发动战争，美国甚至把美元建立在军事霸权的基础上。但是由于西方国家控制着国际舆论的话语权，美国、澳大利亚和英国军队犯下的战争罪行并没有受到应有的谴责和清算。伊拉克、叙利亚、南联盟和阿富汗的民众死伤无数，正在被西方世界所遗忘。所以现在的国际舆论环境仍然是以西方为主导的，而且是为西方的利益服务的。我们对此必须要有清醒的认识。好，今天的评述就到这里，谢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期再见。